心梗来势凶猛，秋冬季更是高发时期。近1个月就有多起因心梗去世的新闻。10月17日，据红星新闻报道，广州相声艺术团团长、国家1级演员、外来媳妇本地郎中苏桂圆的扮演者陈坚雄，疑似因心梗去世，享年51岁。陈坚雄的离世事先毫无征兆，毕竟他才51岁，正是身体力行的年纪。另外，11月1日上午，老板关羽的扮演者陆树眠也因突发心梗去世，享年66岁。他在1994年的古装剧《三国演义》中塑造的关羽一角深入人心，同时也在周星驰主演的《大话西游之大圣许谦》饰演牛魔王一角。有数据显示，全球每年心源性猝死人群高达700万，约占总死亡人数的25%。我国平均每年约有54.4万人发生猝死，每天猝死1500人，每分钟就有1人猝死，居全球之首。猝死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急性心梗，占猝死的80%以上。今天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心梗有哪些征兆，提前了解，尽早预防。联勤保障部队第983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王鑫曾刊文介绍，心肌梗死有3次报警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最少有3次救命的机会。如果生活不够健康，就容易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越来越近，离冠心病越来越近。这是第一次报警，但不是那么声势浩大，而是潜移默化的在报警。长期抽烟酗酒、久坐不运动、肥胖、不健康饮食、熬夜压力大，如果这些习惯越多，那么说明的冠心病的风险越高。所以一定要尽快改掉不良生活习惯。所以有家族史、高危因素、三高等是心梗第一次报警。这次报警很友善，不会造成很大伤害，只要足够重视，就不会发生心梗。但如果若无其事，心血管狭窄就可能进一步加重，甚至发展为冠心病，直至发展为心肌梗死。有很多人明知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，但是却从不在意。殊不知，三高会导致心血管狭窄，引起冠心病，或者已经确诊了冠心病，不按照正规的方案治疗，甚至选择什么保健品来治疗冠心病，最终会导致冠心病加重，甚至形成血栓。所以要主动测量血压、血糖、血脂，三高不控制就是心梗早期的报警。冠心病不正规治疗，就是心梗在报警。心肌梗死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心绞痛，每一次心绞痛都可能是心肌梗死最后一次报警。但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错过了一次次报警，最终导致心肌梗死发生，甚至导致有人死亡呢？原因可能在于有些心梗症状被患者忽视了，就好比上面的患者最近心脏报警了好多次，可是他一直以为是后背疼痛，根本不觉得是心脏病，于是就没有去医院看病。事实上，心绞痛并不仅仅是心前区疼痛，有一些心梗预兆完全意想不到，但是却能要命。我们都知道，
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吸烟、高血脂以及冠心病家族史是心梗的危险因素。这些人群更容易被心梗盯上，但我们忽略的是，还有很多心梗预兆是我们所意想不到的。首都医科大学北京胸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张健，从20多年临床工作，8000多例手术中总结了千奇百怪的心梗预兆。知道了这些，我们就能在巨大危机来临之前识别早期信号，就像地震的预报一样，及早采取措施，避免日后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。在这8000多个病例中，许多在教科书上没有提到过，请大家一定牢记。张健医生说，他接触的心绞痛患者有很多都会出现听力下降，有的双耳嗡嗡响，术后马上症状消失。曾有一个中年男性患者，平时身体还不错，就是比较劳累，应酬也多。有一次突然发现双耳听不见了，到医院的耳鼻喉科检查，先给右耳做了手术，但是术后右耳完全失聪，左耳不敢再做手术，残存着一点听力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单位体检发现了心脏的冠脉堵塞。对于心梗的高危人群，如果出现脐周疼痛，要高度怀疑心梗前兆。一个初冬，老高一早出门遛弯，回来之后就开始肚子疼，开始以为是闹肚子，到洗手间蹲了很久也没什么成果，疼痛越来越强烈，而且疼的地方很怪，是肚脐周围。老高实在扛不住了，打120到了附近医院的急诊。急诊一看老高的年龄，50岁上下，肚子疼，加上天气寒冷，体温不高，高度怀疑心绞痛，很快给他做了心电图，果然显示急性下鼻心梗。一个山东的老人急性心梗发作，做了支架手术，开通了血管。术后医生问他，现在心脏舒服了吗？还有什么以前有的症状现在没有了？老人想了半天，表示自己之前走路老是脚底疼，走不到2根电线杆的距离，脚底就像踩了钉子一样，扎得生疼，现在没有了。张健医生表示，这种症状虽然不多见，但并不是个例，很多患者都反映会出现脚底针刺一样的疼痛。一位石家庄中年男性患者，当年睁不开眼睛，四处求医，后来找到张健医生，为他检查评估之后，发现是心衰。造影检查，心脏上的一根重要血管牵向支堵了99%，马上手术通开。术后神奇的是，病人的眼睛睁开了。虽然目前无法考证心脏缺血和眼睛之间的关系，但是张健医生提醒，如果眼睛突然看不清了，甚至睁不开了，也要关注一下心脏。左腿酸胀，对于高危人群，也要警惕心梗。张健医生的一位山东女性患者，说前几个月，她的左腿一直酸麻胀疼，针灸拔罐都没什么用，直到体检发现心血管堵塞，做了手术，术后患者的腿居然不疼了。胸口感觉被胶带缠绕，或有一种被束缚感，要当心是心梗的预兆。一个房地产老板总觉得胸口像是缠了一圈透明胶带，说不上来的束缚感，一直查不出问题。找到张健医生之后，确定他是心悸缺血，
针对心血管做进一步检查，果然是心血管堵塞。而在治疗之后，奇怪的症状也消失了。张健医生提醒，牙痛，尤其是高危人群，先要排除心肌缺血的问题，尤其是牙痛的部位确实存在牙病，特别容易误诊漏诊。头晕是很多疾病中都能见到的症状，也可能是心梗的征兆。曾有一位患者头晕多年，颅内造影、CT、磁共振等等各种检查都没有发现问题，后来做了关脉的介入治疗，术后头晕症状很快缓解并消失。一个女性患者总说她的肩胛骨好像漏风一样，丝丝的疼痛，开始以为是类风湿，但是机缘巧合检查了心血管，发现是心血管的问题。经过治疗之后，肩胛骨也不疼了。因此，高危人群伴有肩胛骨疼痛的要注意，这可能是心梗的征兆。北京的孙先生总感觉左上肢无力，并伴有酸麻胀痛的感觉，活动按摩没有任何效果。后来找到张健医生，经过检查，基本确定他的左侧上肢酸麻胀痛就是心肌缺血的表现。在狭窄处做了医美支架后，左上肢无力的症状马上消失了。张健医生表示，左上肢无力的情况并不是个例，很多患者表现就是左侧肩胛骨和左上肢的难受、酸胀，有的都是不上力气，检查发现是心肌缺血。通过药物或者手术改善之后，症状很快消失。这个症状在高龄老人当中比较常见，而且没有其他心梗症状与不适，唯一的感觉就是乏力、嗜睡、不想动，这时就要高度警惕心肌缺血问题。高危人群伴有头疼的，也要注意可能是心梗的征兆。山东一位老年女性后脑勺疼，活动走路就会头疼，围绕头疼和血压做了很多检查治疗，没有发现问题。后来检查心血管，发现右冠出现严重狭窄，而且钙化。处理之后，头痛消失了，走远走急走快，头也不疼了。所以对于心梗，不能只关注是否心疼。兄们，记住这些，我们就能在巨大危机来临之前，识别早期信号，及早采取措施，避免日后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。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，智慧养生，我是老张，祝大家都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，快乐常伴。下期我们不见不散。